就是飞机上最为神秘的黑匣子，很少有人知道它其实是红色的，但它里面藏着的却是飞机上最为黑暗的时刻。当它一旦像这样被带回来，就预示着灾难已经发生了，而所有的疑问都需要通过它来揭开。这是一架从迪拜飞往巴黎的飞机上回收的黑匣子。2天前，这架飞机不幸坠毁于阿尔卑斯山脉，机上包括300名乘客和16名机组人员全部遇难，且从未发出任何求救信号。事故原因至今仍然是个谜。为了调查这起悲剧，航空事故调查局立刻行动。他们首先解开了黑匣子的抗压力外壳，随后拆除内部的耐高温抗冲击保护材料，露出最里面的防浸泡层。把这层去掉后，终于取出了里面的储存芯片。作为首席声音分析专家的洛克，正在尽全力地分析录音中的线索。但在众人期待真相大白之时，他却神秘地消失了。紧急情况下，他的助手马修临危受命，承担起了这项艰巨的任务。而马修不仅拥有非凡的听觉能力，还有着对真相不懈追求、近乎偏执的性格。他凭借录音，几乎完美地重现了空难发生时驾驶舱内的情形。刚开始，机长按照指示将飞机的高度调整至380英尺。这时空乘进来送餐，驾驶舱内的一切如往常一样。然而空乘刚离开，通讯信号可能因静电干扰而变得嘈杂，耳机里充满了刺耳的杂音。机长难以忍受，曾摘掉了耳机。不久后，当空乘再次进入驾驶舱时，飞机竟突然下降。此时塔台的呼叫也得不到任何回应，驾驶舱内只剩下凄惨的呼救声。尽管一切看似正常，但马修凭借敏锐的听觉捕捉到了不寻常的信号。他调高了最后一段音频的频率，并进行了降噪处理，还让同事都保持安静。他终于听到了一丝微弱的声音。马修立刻向领导汇报了自己的发现，他推测有人潜入了驾驶舱，而且这个人是一个宗教信徒。这起事件极有可能是一起恐怖袭击。新闻发布会上，马修详细解释了他的分析。他通过录音捕捉到空乘送餐时要求进入驾驶舱的对话，而在舱门打开后，他又听到了一个急促的脚步声，这显然不是空乘的。他断定这是有人闯入，而且他记得在几秒钟前听到了驾驶舱门口厕所的开门声，这意味着入侵者是提前藏在厕所里，然后等待时机闯入驾驶舱。调查人员后来在乘客名单中发现一名信教徒，疑似与某个极端组织有关，这基本证实了马修的分析。正当空调局准备对事件下定论时，马修接到了一个意外的电话，电话中有人提供了一条关键线索，一名遇难者在飞机失事前曾给丈夫留下了一段电话留言。但当马修拿到这段录音后，他震惊地发现留言的时间是7点56分，而飞机失事的时间却是7点53分，这意味着留言是在飞机撞山后3分钟发出的，这似乎是不可能。马修陷入了困惑，他带着满腹疑问返回总部，然而他的上司告诉他，飞行雷达记录的时间有误差是正常现象，由于网络信号的延迟，业内认可的最大误差时间是8分钟。但马修又提出了一个疑问，在这段录音中，他听到了一阵骚乱声，还有机舱门和一段广播的声音，但在黑匣子的机舱通话录音中却没有这2个声音。而且在这段广播声中，他听到机长似乎下达了紧急迫降的指令，而按照规定，这种指令只有在发生机械故障时才会被下达。领导也听了一遍录音，但只能确信听到了紧急2个字，而迫降2字并没听到。更何况调查结果已经公布，领导并不希望再引起新的波澜，因此催促马修尽快完成结案报告。然而马修力求真相的精神让他不能这么做，于是他独自前往存放飞机残骸的仓库，借助乘客在社交媒体上的照片，他观察到了那名嫌疑人的身影。通过耳机聆听黑匣子的录音，马修在脑海中重现了事发时的场景。他推测嫌疑人确实试图前往飞机前端，最终却被餐车阻挡。当他将这一推断报告给领导时，领导却认为他过度解读了情况，认为餐车是无法阻止一个恐怖分子的。领导的这种反应让马修感到非常无奈和失落，这种无助感让他想起了失踪的洛克。尽管警方已介入调查，但洛克仿佛人间蒸发，毫无线索。马修通过与洛克那晚一起加班的同事交谈得知，洛克在失踪那晚一直独自加班到深夜。怀着对洛克失踪可能与发现某些秘密有关的猜测，马修悄悄潜入洛克的办公室，并通过一封邮件发现了一个陌生地址以及一张写有密码的便签。马修便驱车前往该地址，门铃长时间无人应答后，他选择翻墙进入，这里确实是洛克的一个私人住所。使用便签上的密码便打开了洛克的电脑，但发现所有文件已被清空。正当他准备失望离开时，他注意到车库内停放的车，并从车上取出行车记录仪的存储卡。马修从中发现洛克失踪前曾秘密会见的人，竟是负责失事飞机智能系统的飞马科技的主管卷毛。随后马修查阅相关资料，发现自阿德里安800型客机上市6个月以来，已经发生了3次因防失速系统异常导致的故障。这个系统本应在飞机后仰角过大时自动降低机头，但据一位机长透露，这个系统尚不成熟，误判时会与飞行员争夺控制权，反而增加了事故的风险。马修意识到
这可能是导致这次悲剧的主要原因。阿德里安公司为了在市场上抢先一步，竟然在系统尚未成熟的情况下就匆忙推出了800型客机。机长向马修暗示，阿德里安的高层与认证委员会有联系，这可能是他们能够通过安全认证的原因。这让马修不禁想到了自己的妻子，她正是认证委员会的成员之一，而且不久前刚跳槽到阿德里安担任重要职位。他开始怀疑妻子可能涉及其中，于是向他提出了疑问。妻子坚决地告诉他，安全认证流程是合规的，但由于是非报告属于机密，他无法向马修透露更多。在无奈之下，马修趁妻子熟睡时，用他的电脑登录了阿德里安的内部网络，并获取了800型客机的是非报告。报告显示防失速系统确实存在延迟问题。凭借这份报告，马修最终说服上级重新启动事故调查。然而他的妻子因机密泄露事件被解雇，两人因此发生了激烈的争吵。尽管如此，马修始终认为为300名遇难者家属还原真相更为重要。在与妻子不欢而散后，马修全身心投入到800型客机的模拟测试中，但不论他如何测试防失速系统，结果却都是一切正常。马修感到彻底崩溃，因为这不仅让女友失去了工作，最终自己也被调离了小组，整日窝在家中，情绪低落。这天，当他正在打电话时，话筒里突然传出刺耳的噪音，紧接着侄子的无人机突然失控飞走，原来是有人恶作剧黑进了无人机的遥控系统。这一幕给了马修有了灵感，他重新审视了一遍录音，意识到那段刺耳的杂音可能并非静电干扰，而是有人故意黑进了操作系统。他恍然大悟，负责阿德里安飞机网络安全的是飞马科技，而洛克在失踪前曾与飞马的老板卷毛秘密会面过。马修立刻找到卷毛并提出了自己的质疑，但卷毛解释说800型飞机的驾驶系统网络与乘客娱乐网络是两个独立的系统，不可能被人为入侵。然而马修已经提前做了功课，虽然网络不同，但他们采用的都是单网络光纤传输技术，一旦黑客找到这条光纤，便能轻松入侵驾驶系统。他猜测是卷毛让洛克修改了黑匣子的录音，误导了调查组的方向。此话一出，马修直接被卷毛轰了出来，但他坚信自己的推断。通过调查，他发现早在1年前就曾发生过一次黑客入侵未遂的事件，当时有个光头篡改了某个网站的发动机转速，而巧合的是光头后来去了飞马科技上班，但仅仅3个月后就被解雇了，便从此人间蒸发。马修迅速检查了登机人员名单，却没有发现光头的踪迹，但他通过乘客在失事前上传到社交平台的照片，意外地发现了光头的身影。由于阿德里安客机的网络安全由飞马科技负责，马修推测光头可能在对飞马进行报复。然而他的想法并没有得到领导的支持，反而被正式通知遭到解雇。在他收拾东西准备离开时，意外发现电脑里多出了一个文件，这个文件的修改时间正是洛克失踪的那晚凌晨。除了他自己有这台电脑登录权限的也只有洛克。马修立刻对这个音频文件进行了分析，结果发现洛克隐秘地给他留下了一串数字。他将这串数字输入汽车导航，发现是一个地点的坐标，正是洛克郊外住所附近的一个小湖。马修驱车来到湖边，最终从湖底捞上一个盒子，里面装着的竟然是一块黑匣子的录音存储芯片。他打开后发现，这才是黑匣子的完整录音，内容非常清晰。一开始是光头入侵网络系统，操控了飞机，机长果断关闭了自动驾驶，开始手动操控，但光头再次入侵系统，改为自动驾驶模式并锁定，导致防失速系统接收到错误信号，飞机开始急速俯冲。机长多次尝试拉起操纵杆，但飞机已经完全不受控制。此时光头也意识到了危险，试图取消自动驾驶模式，但系统却毫无反应，最终电脑彻底死机。光头原本只是想曝光这个漏洞，让飞马遭受损失，却不料酿成了大祸。最后是洛克留给马修的一段视频，他告诉马修自己早就被卷毛收买，开始只是提供一些不太重要的数据，后来被要求修改报告数据，这次更是让他修改录音，把线索引向人为因素，嫁祸给莫须有的恐怖组织。他想拒绝，但自己已经被卷毛控制，知道自己难逃一死，这才想出了这个办法，通过马修把真相公布于众。就在马修准备离开的时候，他听到了远处的脚步声，意识到有人正在接近。为了安全起见，他迅速将证据发送给了女友，然后切断电源，利用黑暗的掩护逃离了房间，迅速钻进车内疾驰而去。但不久他发现有车辆紧随其后，他们黑进了马修的汽车自动驾驶系统，导致他的车辆失控撞上了大树，马修不幸当场遇难。然而他的女友在拿到证据后，在飞马科技的新闻发布会上播放了那段视频，真相终于大白于天下。马修以一己之力揭露了资本的黑幕，为300名遇难者还原了真相，但他自己却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。在这个故事中，黑匣子不仅是技术的产物，更是一个哲学的隐喻。它存储的不仅仅是飞行数据和声音记录，更是人类面对未知时的恐惧，面对危机时的选择，面对真相时的勇气。马修的故事让我们重新思考，在这个由数据和算法编织的世界中，真相究竟需要多少代价才能浮出水面？